近日，人类寻找外星文明的进程又有了新发现。美国宇航局称，他们发现了一颗超级地球系外行星。这颗行星位于恒星系的宜居带，并且它的大气层中有水蒸气。这颗名为 K2-18b 的系外行星，大小是地球的8倍多，距离我们120光年，位于狮子座冷矮星系内。它被认为是一个水洋世界，因其富含氢气的大气层和水海洋而拥有存在外星生物的关键要素。但是，让天文学家们更加兴奋的是，它还存在着其他一些东西。在 K2-18b 的大气层中发现了一种与生命独特相关的气体二甲基亚碸，这让研究人员感到震惊、兴奋和难以置信。在地球上，只有生命才会产生这种物质。地球大气中的大部分 BMS 是由海洋环境中的浮游植物释放的。除了二甲基亚碸，研究人员还将寻找其他生物标志物，如生命独特产生的氯化甲烷。如果真的存在，这将会引起巨大的轰动，并使这个系外行星在寻找外星物种的队伍中排在最前面。人类寻找外星文明的脚步从未停止，但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吗？1960年，天文学家德雷克发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搜寻地外文明项目。迄今为止，已经有60余年了。在这60多年中，为了寻找外星人，人类做过哪些努力呢？为什么德雷克、卡尔萨根等科学家对寻找外星人热情满满，而霍金、布林等科学家却极力反对呢？欢迎来到天天读书会，这期我们分享的是黑暗森林法则。人类如何寻找外星人的？说到搜寻地外文明项目 SETI， 有一部科幻电影不得不提，它就是1997年美国上映的《超时空接触》。电影的女主角艾莉从小就对宇宙充满好奇，长大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天体物理学家。她致力于寻找外星人的 SETI 活动，并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这项希望渺茫的事业中。某天黄昏，艾莉发现了一系列来自26光年外的织女星的强烈信号，人类终于收到了外星文明发来的信息。经过分析和解码，科学家们发现这些信息似乎是某种工业设计图纸的信息。通过 3D 视图进行解码后，所有的信息都顺利得到了分解。这些信息看起来似乎是用于制造某种机器的蓝图。于是，人类开始集资建造这台机器。此后，艾莉走进了这个建好的机器中，一系列奇妙的经历开始了。超时空接触电影的编剧是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萨根，他正是现实中搜寻地外文明项目 SETI 的主要发起者之一。卡尔萨根有句名言，如果宇宙中只有我们，那就太浪费空间了。这句话也贯穿于超时空接触这部电影的开头、中段和结尾。面对浩渺宇宙，对同等智慧生命的好奇和寻求是人类的天然之心。刚开始，搜寻地外文明项目 SETI 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射电望远镜等先进设备接收从宇宙中传来的电磁波，从中分析有规律的信号，希望借此发现外星文明。SETI 信奉的原则是，如果外星生物的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可能会像我们一样使用无线电波传达信息，如发明出电视、雷达等物，这样就会有微量的辐射从他们居住的星球中泄露出来。此外，外星人可能会有意识地向宇宙中发射信号，希望与其他智慧生命进行沟通。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从充斥着各种辐射的宇宙背景中将外星文明的信号识别出来。而关键的问题在于选择哪一个频率进行监听呢？我们使用收音机的时候知道，如果频率没有调准，就不可能收到电台，只能听到噪音。可是我们很难知道外星人究竟选择哪一个频率发射信号。最终，在监听频率的选择上，
SETI 最终确定为1因 420.405 兆赫。科学家一致认为这一频率是比较特殊的，因为这是宇宙中数量最多的氢原子发射出来的电磁波频率，绝大多数拥有射电望远镜技术的外星文明都可以探测到这一频率的信号。SETI 团队对2个星系进行了监听，除了收到2次飞机发射的信号外，并没有截获任何来自外星的信息。在 SETI 持续10年无果的时候，卡尔萨根等人按捺不住了，如何才能尽快与外星文明取得联系呢？最终他们选择主动向太空发送我们的信息。1972年和1973年，美国相继发射了2个空间探测器，先驱者10号和先驱者11号。这2个探测器的主要探测目标分别是木星和土星。与此前发射的一系列先驱者号不同的是，10号和11号在完成探测任务后将凭借惯性飞出太阳系，飞往宇宙深处。更加特别的是，2个探测器上都载有一件特殊的物品，人类送给外星人的礼物。这一礼物实质上是一块非常轻盈的镀金铝板，由卡尔萨根和同事共同设计，由萨根的妻子执笔完成。他们力图用一幅画向外星人介绍我们的文明以及我们的星球。图画中最醒目的是一男一女2个裸体的地球人类的形象，男性做了一个招手的动作，这表示着人类的友好。在男性的旁边有一个矩形的图案，代表着先驱者探测器的外形轮廓，其主要目的是比照出人体相对于探测器的大小。图画的左上角刻有一个氢原子内自旋跃迁的图像，传达了人类文明对微观世界的认识程度。左侧放射性的图案则表示银河系中14颗脉冲星的脉冲讯号周期，图案中线条的长度表示这些脉冲星相对于太阳系的距离。外星人一旦读懂了这一图像，可以推断出探测器的发射时间，更可以据此找到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具体位置。这份礼物实质上已经完全暴露了我们的坐标，但人类主动向太空送礼物的事情还不止发生了一次。随后1977年8月和9月，美国又先后发射了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2艘航天器，其上各携带了一张铜制镀金激光唱片，唱片的寿命预计可以达到10亿年。这张唱片容纳了115幅图片，35种自然界的声音，近60种世界语言，口述的问候语，27种世界著名的乐曲等。近60种问候语中有中国的普通话以及闽南语、粤语和吴语3种方言。管平湖演奏的中国古琴曲《流水》入选其中的27首世界名曲之列。如今，先驱者10号、11号均已失去联络，最后接收信息的时间分别是2003年和1995年。我们只知道探测器已经达到太阳系逃逸速度，它们将永远离开太阳系。2013年9月，旅行者1号已经飞出了太阳系，进入了星际空间。旅行者2号已经接近太阳系的边界，旅行者1号和2号的核电池也即将失效，并与我们永久失去联系。在先驱者和旅行者将礼物送上太空的同时，萨根和同事又做了另一件事，他们用射电望远镜主动对太空发射无线电定位信号，这种行为可以被看作是主动 SETI。 在1974年，SETI 团队用阿雷西博望远镜向距离地球25000光年之遥的 M13 球状星团发射了1679比特的信息，持续时间为3分钟。阿雷西博信息中主要包含了7个部分的内容，由德雷克和萨根精心编写，用最基本的数字表达元素，用元素组成分子式，再由分子式构成生命，构成人类，具有层层严密的逻辑关系。但是很多人怀疑外星人是否能破译该信息，毕竟外星人可能与地球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或者说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存在。不过即使人类真能收到 M13 球状星团的回信，
那也至少是5万年之后的事情了。自从阿雷西博信息发射之后，人类又进行了3次规模较大的主动 SETI 行动，分别是宇宙呼唤1999、青少年信息和宇宙呼唤2003。后3次发射的信息量以及发射功率都远远大于1974年的阿雷西博信息。事实上，无论是用射电望远镜向宇宙中呼喊，还是将携带地球信息的航天器送入太空，二者都是试图主动接触地外文明的行为，这种行为又被称为 METI。 其基于的设想是，外星人之所以还没有出现，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人类的存在。如果我们主动向宇宙中发送地球的信息，外星人收到后将与我们联系。但是迄今为止 SETI 项目组仍没有任何发现。那么为何一直找不到外星人呢？外星人在哪里？1961年，天文学家法兰克·德雷克主持首个地外文明搜索的学术讨论会时，他和年轻的卡尔·萨根提出了著名的德雷克公式。这个公式用以估测银河系中存在的高等文明的数目。德雷克公式表明，在银河系中可能有数千万个外星文明。这就是霍金所说的，用我的数学头脑思考，光从数字上就可以得出存在外星人的结论。可是他们在哪里呢？物理学家费米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外星人存在的话，他们早就应该出现了。这随口一问就是著名的费米悖论。世界上很多科学家都曾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3种。第一种解释是，外星文明曾经存在过，但是他们还未发展到能够星际殖民的程度就已经消亡。譬如说，因为核战争、环境污染及不可抗的灾祸等等原因。这一种解释带给我们的思考是，文明究竟能生存多长时间？不久后的人类是否也将面临相同的命运？第二种解释是，我们是银河系中唯一的智慧文明。即使其他星系中有更高级的文明，他们的势力目前也无法伸向银河系。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人类是当前最有可能发展成2型文明的种族。如果成功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我们的后代将自由地穿梭在星际间，最终在银河系建立起庞大的属于人类的银河帝国。第3种解释是，外星文明是存在的，但是他们故意不让我们发现。地球是外星人的一个实验室，甚至是动物园，他们默默地观察着我们，企图知道一个不受地外影响、自发生长的文明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说，人类进行再多的 SETI 和 METI 都是徒劳的。在国际上， METI 是一项有争议的活动，有很多知名人士是反对 METI 的。争议：要不要主动发送信号？英国射电天文学专家马汀·赖尔是较早反对 METI 的人士之一。他警告说，外星的任何生物都可能是充满恶意而又饥肠辘辘的，主动与其联系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同时，赖尔还写信给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呼吁颁布国际禁令，专门针对地球上那些企图与外星人建立联系或主动向其发送信号的行为。另一个反对 METI 的大人物是斯蒂芬·霍金。2010年，霍金编剧并制作了一组纪录片，与霍金一起了解宇宙，在美国探索频道播出。该纪录片共有3集，其中用整整1集的篇幅讨论了外星人问题。霍金说，用纯粹数学的方式思考，仅从数字上就能得出外星人一定存在的结论。外星生命的形态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不排除演化出能威胁到人类的智能生物的可能。这些生物可能已经获悉了长生的秘密，耗尽了母星的资源，走上了征服宇宙的道路，甚至可以动用恒星级别的能量，直接撕裂空间，制造虫洞，到达预定目标进行掠夺。
人类主动寻求与外星人的接触是十分危险的，外星人一旦来到地球，可能就像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其结果对于当地印第安人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反对主动寻求与外星人的接触项目的还有大卫·布林，他是美国物理学家，更以写科幻小说而著名。对于为何至今联系不到外星人，1983年，布林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大沉默。布林说，如果高级的地外智慧生命选择了沉默，我们难道不应该选择和他们一样的做法？或者至少稍微观望一下吧？很可能他们沉默是因为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布林认为，宇宙中可能存在一些人类尚不知晓的危险和规则，导致了大沉默的发生。目前比较明智的策略是监听宇宙中的外星文明信号，而不是主动发射信号。作家刘慈欣在《三体》中提出了另一种回答：黑暗森林法则。这一解释是与大卫·布林的大沉默一脉相承的，但是他的解释却更加精细，也更加令人胆寒。黑暗森林法则。黑暗森林法则提出，宇宙就像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外星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前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声音，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试想一下，一个猎人在黑暗的森林里想呼唤其他人来结束他的孤独，但在最后一刻他犹豫了。他无法知道他人的意图，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攻击性。猎人知道他会以杀掉对方来确保自己的生存，所以他不得不假设对方也会这样做。如果他偶然遇到另一个猎人，先开枪的人可能会活下来。所以在这片森林中，他人都是对手，都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这也不能怪猎人，这个选项是唯一能确保他自己安全的选择。这就像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在一场不知道对方是会选择合作还是背叛的博弈中，所有的参与方最后的选项都是选择背叛，这样他的损失就小一些。黑暗森林法则有4个根据。首先，